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上班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你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上班，是人类这个物种什么时候开始每天早上出门去一个地方拿一份工资。我相信大部分在看这个视频的人可能就正在打着一份工。但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踏进公司那扇门之前已经发生了什么？那个场地租下来要多少钱？那些服务器买下来要多少钱？公司的整套办公系统开发出来要多少钱？你入职第一天走进去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办公，但在你去那之前，有人已经花了你可能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才把那个地方变成你能工作的地方。你带进去的只有你自己，你的能力是你的，但你的能力要变成收入，必须先经过别人已经花出去的那笔钱。直到有一天你被裁了，那台电脑你登不进去了，门禁卡也失效了，你的能力一点没变，但你能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因为那些东西从来都不是你的，那些东西有个名字叫资本。它不是你的劳动，不是你的时间，不是你的技能，它是在你到来之前就已经花出去的那笔钱，那栋楼，那些机器，那套系统，它是一笔投资，有了它你才能工作。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想自己开一家公司，你得先有这笔钱，租场地、买设备、招人、备货，在你卖出第一件东西之前，钱已经花出去了。没有这些资金，你的想法大概率就只是想法，你的能力也只是能力。光靠这两样东西，你能做的顶多是养活自己。你如果想扩大规模，想雇人，想建厂，资本是前提，没有它，那扇门永远对你关着。这件事我们现在觉得天经地义，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样子的？人类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一个人只要有双手就能开始工作，资本几乎不起作用。就比如纺纱，那个世界里稀缺的是人，是劳动力。上一期我们讲过，黑死病之后人少了，工资就涨了，稀缺的东西有议价的权利。一台手摇纺车大概值1先令，不到一个女工2天的工钱，她自己就能买得起。稀缺的从来不是工具，是会用工具的人。钱是劳动换来的结果，不是开始劳动的前提。这个逻辑在人类历史上成立了几千年。然后1764年，珍妮纺纱机出现了。上一集我们讲过，这台机器能让一个人同时纺出几十根纱，效率翻了好几倍。珍妮纺纱机的价格大概70先令，相当于一个女工120天的工钱。虽然70先令对一个女工来讲贵了很多，但她如果攒几个月的钱或者几个人凑一凑，还是买得起的。门槛高了一点，但还没有高到进不去的地步。当时珍妮纺纱机用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家庭作坊。而到了1770年代，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但这台机器和之前的不一样，它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它必须建在河边。建在河边就得先盖楼，有了楼才能装机器，有了机器才能雇工人，这就是工厂。就是我们开头说的，每天早上出门去一个地方，用不属于自己的机器，按照别人定的节奏干活。这件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建起这样一座工厂，前期投入超过1万英镑，一个纺纱女工一年挣不到30英镑，她这辈子无论怎么攒钱都不可能拥有让自己工作的那台机器，门槛到了普通人这辈子都跨不过去的程度。在这之前，稀缺的是人，工人有议价能力，你不给高工资我就去别处干。工厂出现之后，稀缺的东西变了，从人变成了钱，议价的权利也跟着转移了。谁掌握了这笔钱，谁就掌握了那个时代的财富入场券。这是一次悄无声息的翻转，这次翻转是怎么发生的，又是如何重塑了整个社会？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要理解资本是如何第一次大规模影响普通人生活的，我们得先回到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之前的世界。在这之前，英国的纺织业靠的是一套运转了几百年的制度，它是这样运转的：一个曼彻斯特的商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赶着马车往乡下走，他带着棉花或者羊毛，挨家挨户的敲门，把原材料送到农村家庭手里，跟他们谈好价钱，说好1磅纺线或者1匹布付多少钱。工人接过原材料，回到家里，坐在自己的纺车前或者织布机前，开始干活。几天之后或者几个星期之后，商人再赶着马车过来，把做好的成品收走，付钱给工人，然后带着货回到城里卖给下一个人。就这样，一个商人可以同时管理几十户甚至几百户家庭，整个英国的纺织业就靠着这张铺在农村里的网运转起来。这套制度我们可以叫外包制度。在那个世界里，商人提供原材料和销路，工人提供双手和工具，各司其职，看起来挺公平。对工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这套制度给了他们一种我们现在的打工人很难想象的自由，干多少挣多少，没有人站在旁边盯着你，没有人规定今天必须干几个小时，赶上地里有活的时候就放下纺车去地里帮忙，等忙完了再回来继续织，累了就歇一歇，前一晚喝多了，第二天状态不好可以少干或者不干。纺织工里甚至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周一不干活，
不是因为生病，不是因为有事儿，就是不想干。周一就是用来休息的，有时候连周二也不干，然后等到周五、周六晚上再把进度赶回来。这件事在当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商人要的是结果，你交出来多少步就拿多少钱，过程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最能说明那个世界和现在有多不一样的是一个细节，大多数工人家里没有钟，因为根本不需要知道具体的时间，时钟是用来管理时间的工具。但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人需要管理你的时间，你几点开始干活，几点停下来，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时间是你自己的。这套制度在英国运转了几百年，没有人觉得它会改变，直到阿克莱特在德文特河边建起了工厂。阿克莱特是裁缝的儿子，父母太穷，没钱送他上学。后来他当了理发师学徒，给人刮胡子做假发。他这辈子都没有纺过一根纱，但他在兰开夏郡待了很多年，那里是英国最大的纺纱产区，所以他接触到很多的商人、工人还有中间商。他发现了一件事儿，纺纱这个行业有钱可以赚，而且赚的不少。他有很多想法，而且他知道怎么改进机器。他想让机器同时驱动几百个钉子。那个年代没有电，能持续提供动力的只有2样东西，人力和畜力。但几百个钉子要同时运转，需要的力量不是人力或者畜力能持续提供的，只有河流才行。水流推动水轮，水轮带动机器，才能让几百个钉子同时不停地转。这就是为什么它叫水力纺纱机。虽然他有想法，也有行动力，但挡在他面前的是钱。要造出这台机器，需要反复实验，反复失败，反复改进。每一次改进都需要重新加工零件，重新测试。这不是一个人在家里就能敲出来的东西。每一个零件都要有专门的工匠来做，每一次失败都要重新花钱。而在机器造出来之前，没有任何产出，钱一笔一笔的烧进去。1768年，他找了2个合伙人，一个酒馆老板，一个商人，2个人把钱凑在一起，很快就烧光了。1769年，走投无路的阿克莱特去找诺丁汉的银行家申请贷款，银行家拒绝了，理由很简单，看不出这项发明有任何被付诸实践的前景。银行家的工作是管理风险，他们看到的是一台还没有被证明能赚钱的机器和一个出身贫寒的理发师学徒。但有一种人不这么看问题，斯特鲁特是一个针织品商人，但他不只是商人，他之前做过一件事儿，靠压铸针织机的改良赚了一大笔钱。他见过一项新技术，从想法到能赚钱中间要经历什么，他也知道如果压对了会是什么结果。他出了钱，成为了阿克莱特的合伙人，钱继续烧，机器继续改进。从1769年到1774年，整整5年，前前后后一共烧掉了13000英镑，相当于400多个纺纱女工1年的工资。但水力纺纱机终于造出来了，而河流没有办法搬进家里，机器必须建在河边才能用上这股动力。建在河边，你就得先盖一栋楼，把机器固定在里面。楼建起来了，水轮日夜不停地转，动力一直在那里，停下来就是浪费，不如多装几十台机器，把这股动力全部用上。几十台机器同时运转，需要几百个工人同时在里面操作，这就是工厂，也是世界上第一座水力纺纱厂。它建在克罗姆福特的德文特河边，但它只是一个开始。机器怎么排列，物料怎么从一道工序流到下一道工序，动力怎么从水轮一路传到每一层的每一台机器，这些问题没有人解决过。第一座工厂是用来试错的。4年之后，把所有教训整合进去的克罗姆福特2号厂在1776年开业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厂。阿克莱特有想法，有技术，但工厂不是他的想法建起来的，是靠钱堆起来的。没有斯特鲁特的钱，这一切不会发生。工厂建起来之后，利润滚利润。据说到阿克莱特死的时候，他的财产达到了50万英镑，从一个穷裁缝的儿子到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而这50万英镑可不是多缝几件衣服换来的，一个纺纱工人就算干一辈子，甚至几十辈子，也不可能靠劳动赚到这么多钱。到了1780年代，一座阿克莱特式的工厂年回报率高达40%，有钱的商人和投资人都看到了这意味着什么，然后所有人都开始复制它。随着工厂的出现，纺织工人的生活第一次被彻底改变了。在这之前，纺纱女工在家里干活，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累了就歇，农忙了就去地里帮忙，她的时间都是她自己的。工厂不一样，水轮日夜不停地转，机器就要日夜不停地运转，停下来就是亏钱。几百个工人必须同时到岗，一个人没来，那台机器就空在那里，所以每个人必须按照机器的节奏来，机器转多快，人就得跟多快。不是人决定节奏，是机器决定节奏。工具开始不再为人服务，人开始为工具服务。在外包制度里，商人提供原材料，工人提供双手和工具，资本的作用只是一个中间人。工厂制度彻底改变了这种关系。现在资本不再是中间人，它是入场券，没有它你连门都进不去。但你可能会想，这有什么新鲜的？在工业革命之前，早就有行业是需要资本才能进入的，
比如煤矿。挖矿要建矿井，要买排水设备，普通人从来都进不去。炼铁也是一样，高炉的建造成本不是普通人能负担的。造船更是如此，建一艘大型商船需要的资金远超任何普通家庭的能力。这些行业从来都是有钱人的游戏，普通人从来没有参与过，也从来没打算参与。但纺织业不一样，纺织业是当时英国覆盖面最广的行业，几十万个家庭都在这套外包制度里。这不是少数人的谋生方式，这是大多数普通人赖以为生的行业。而且这些人和煤矿工人不一样，煤矿工人从来都是去矿主的矿里干活，这个关系结构几百年没有变过，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生产工具。但纺织工人不一样，就在不久前，他们还拥有自己的纺车、自己的织布机，时间是自己的，生产是在自己家里发生的。工厂制度进入纺织业，不是说普通人从进得去变成进不去，而是说他们原来拥有的那个世界被拿走了。这不是程度的变化，这是性质的变化。而且这个性质的变化带来的生产力跃升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从1760年的手工纺纱到1836年的工厂纺纱，每磅棉纱的劳动力成本从17便士跌到了不到1便士，降幅超过97%。这个幅度，煤矿、炼铁在同期远远比不上。要知道，在18世纪之前，棉布在英国长期以来都是稀缺品，主要靠从印度进口，不是普通人日常能买到的东西。工厂生产让棉布的供应量第一次爆炸式增长，供应多了，价格就下跌，东西便宜了，需求就立刻爆发，需求扩大拉动了整个工业链条。纺织业的机械化不是孤立发生的一件事，它是整个工业革命连锁反应的起点。但这个连锁反应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先有一大笔钱才能启动，钱第一次变得供不应求，因为技术扩张的速度远远快过全社会攒钱的速度。一座工厂建起来需要几年才能把成本赚回来，把利润积累到足够建下一座工厂的钱。但与此同时，新的机会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蒸汽机需要资本，铁路需要资本，矿井需要资本，城市里涌入的工人需要住房，住房需要资本，需要钱的地方比有钱的地方多得多，这个缺口越来越大。当一样东西持续短缺，它就拥有了定价的权利。工人在工厂里干活，创造了产出，但卡脖子的不是劳动力，是资本，所以新增的财富优先流向了提供这笔钱的人。18世纪末，资本的年回报率大概是10%，到19世纪初涨到了15%，到19世纪中期超过了20%。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8世纪末的60%降到了19世纪中期的大概50%。与此同时，资本收入的占比从20%翻倍到超过40%。技术进步越快，需要的资本越多，资本就越稀缺，财富就越集中的流向资本。这不是某个人的阴谋，也不是某个政策的结果，这是整个经济体系在技术爆发期间自然运转的逻辑。那工人呢？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处境是什么？要理解当时工人的处境，我们可以借助一个人的视角，他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没错，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个恩格斯。1842年，这个23岁的德国年轻人来到曼彻斯特，亲自走进工人街区，挨家挨户的观察，和工人面对面的聊天。他把这一切写成了一本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关于那个世界最真实的记录之一。但我们要知道，写这本书的可不是什么工人。恩格斯他爸爸是工厂主，他来曼彻斯特本来是替家里打理生意的，他完全可以待在有钱人的饭局里，过他本来应该有的生活，但他没有。这本书写的不是工人在跟你哭诉自己有多惨，而是一个本来站在另一边的人亲眼看到之后记录下来的。那他看到了什么？1842年的曼彻斯特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工业城市，工厂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喷着黑烟。曼彻斯特有一条河叫伊尔克河，从桥上往下看，河水是煤黑色的，几乎不流动，散发着难以忍受的恶臭。河边是皮革厂和煤气厂，所有的污水和废料全部流进这条河。河岸两侧住着工人，他们住在地窖里，有些地窖的地板比河面还低，下雨的时候河水会渗进来。在那个年代，工厂里雇佣儿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小孩从8、9岁开始就在工厂里干活，一天12到16个小时。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孩子超过57%活不过5岁，而上层阶级的孩子这个数字是20%。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年代，贫富差距非常大。但这一切不是偶然的，我们前面提到过，技术爆发让资本变得极度稀缺，所以利润流向那些提供资本的人。1780年到1840年，英国的生产率涨了46%，但工人的实际工资只涨了12%。经济史学家给这个现象起了个名字，叫恩格斯停顿。为什么用恩格斯的名字？因为他是第一个系统记录这个现象的人。
而在恩格斯停顿这长达60年的时期里，1800年到1830年是这个停顿的核心时期。这30年里，工业革命最重要的那批发明——蒸汽机、动力织布机开始大规模投入使用，生产率大幅提升，但工人的实际工资完全停滞了，一点都没涨。但工厂还在运转，机器还在生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没涨，购买力没有增加，那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这个问题今天也有人在问。当 AI 开始替代工人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任务不再需要人来完成的时候，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200年前这个问题真实发生过，我们来看看那个年代的答案。1784年，棉布在英国所有出口里只占6%，30年后1814年变成了42%，整个英国出口的将近一半是棉布。所以第一个答案是出口，工人买不起不要紧，整个世界在买。为什么卖得出去？因为首先英国在那个时期是唯一一个工业化了的国家，它在那个时期没有竞争对手。欧洲大陆的工业化直到1850年前后才开始追上来，在这之前能大规模机器生产棉布的只有英国。而且上一期视频我们讲过，英国在那个时期已经在全球殖民了。在英国工厂出现之前，印度才是全球最大的棉布产地。1820年之前是英国从印度进口棉布，但英国工厂的效率让这一切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翻转。从1820年开始，英国棉布的生产成本跌到比英国本地棉布还低，贸易方向完全反转。印度甚至开始大量进口英国棉布，而印度的那些织布工人被迫转去种地，为英国工厂提供原材料。所以英国工人买不起不要紧，整个世界在买，而且很多地方没有别的选择。除了出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资本家的工厂每年有40%的回报率，利润大量积累在少数人的手里，这笔钱花不完，也不可能全部用来享受，所以他们把它重新投了出去，用来建新工厂，买新机器。每一笔投资都在向上游的行业发出新的订单。工厂需要蒸汽机，蒸汽机需要煤，煤需要更多矿井，矿井需要更多铁，铁需要更多机器。一个行业的扩张变成了下一个行业的需求，这条链条自己转起来了。这不是慈善，这是资本逐利的本能，哪里有回报，钱就流向哪里。而整个工业革命期间，回报最高的地方永远是下一座工厂、下一台机器、下一段铁路。当然，棉布的价格也在持续下跌，穷人买衣服确实比以前便宜了一些，但衣服在一个工人家庭的开支里本来就占不了多少，便宜一点改变不了什么。这个经济体找到了他需要的买家，世界市场，再加上资本家自己的再投入，还有行业和行业之间的相互拉动，只不过在这份买家名单里没有工人。那这个停顿又是如何结束的呢？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逻辑吗？技术爆发的时候，全社会攒钱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技术扩张的速度，这是资本稀缺的根源。稀缺的东西有定价权，新增的财富就流向资本家。但这个逻辑走到最后又绕回来了，资本家把利润一笔一笔投回去，工厂越建越多，机器越来越多。几十年过去，全社会积累的资本慢慢的开始够用了。不是说资本变多了就够了，而是积累的资本第一次真正匹配上了新技术运转所需要的规模。这个平衡一旦恢复，资本就不再是那个卡住所有人的瓶颈，资本回报率开始下降。以前建一座工厂年回报率高达40%，现在钱够用了，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资本家开始相互竞争，抢有限的好生意。而工厂要运转，还是需要工人来操作机器。与此同时，铁路在大规模铺开，新的行业在扩张，旧的工作在消失，但新的工作也在涌现，而且涌现的速度比消失的速度快。稀缺的东西重新变回了人，工人又找回了失去了很久的东西——议价权。资本家为了抢到足够的工人，不得不开始提高工资。1840年那个停顿开始松动了，工资跟着产出慢慢的动了。从1840年到1900年，英国的产出涨了90%，工人的实际工资涨了123%，涨幅第一次反超了产出。那个困住了几代人的停顿终于结束了。而就在英国开始结束恩格斯停顿的时候，欧洲大陆的工业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同样的机器，同样的工业制度，正在以更快的速度降临法国，降临德意志，降临整个欧洲大陆。那里的工人正在经历英国刚刚熬过去的一切，但时间更压缩，冲击更集中，因为英国走了几十年的路，他们照着样子模仿复制。就在英国开始结束恩格斯停顿的时候，两个流亡布鲁塞尔的德国人正在撰写一个小册子，其中一个就是那个曾经走进曼彻斯特工人街区，挨家挨户记录下一切的恩格斯。小册子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游荡。